周坚是如何知道这个吕岩就是使臣的呢？我就查过当天卫兵的当值记录，周坚早就换好了班，说明他早有计划。那或许是有人通风报信。卑职明白了，我这就返回监察司，调查周坚最近接触了什么人。去吧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之前是我说话说得太重了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多重要？就是帮我破案，还有帮我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就是个工具人呗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工具人。你是我的太子妃，虽然之前你刁蛮任性，心狠手辣，我特别讨厌你，但是后来你变得聪明懂事，温柔善良，还特别可爱，还特别……行了，别夸了。原谅你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或者是消失了，你必须要永远记得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再瞒着你了。其实我是从1000年之后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突然穿到了这个秦希月的身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去，而且我回去了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知道啊，我说这些你很难相信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放。不信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真的？不过，你看我在这待了这么久，我也还没走呢，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了。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很开心，我以后会让你更开心的。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那以后我和你的每一天，我都会更加珍惜的。如今你大仇已报，可想好如何报答我吗？周坚从军20余载，愿以全部家资相报。你不过是个低级士兵，你这点钱我还看不到眼里。可是东西你们已经拿到了，我也算帮了你们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帮老夫一次吧。不对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周家祖坟。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吕岩的那个刀口上血迹那么少，现场血迹也很少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斩首的现场。还有周坚，他大仇得报之后肯定会去周家祖坟祭拜一番，然后再亡命天涯，说不定那儿会留下什么线索呢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一起出发。好。怎么了，曼远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
那几个使臣深夜造访，似乎有很着急的事情。丢了东西？不错，案发当晚，库房也遭到了盗窃。因为当场混乱，我们也没来得及细细盘点，以为只是丢了一些金银器物。可是第二天安顿下来，却发现有一只玲珑宝盒不见了。丢了这么多金银，为何丢个宝盒如此惊慌？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那宝盒并非这次的进贡之物，里面装了我们商会的一些机密账务。这次穆斯大人打算借朝贡的机会，顺便和京城里的其他商人做些生意。穆斯，就是那个死去的吕岩。是。你可知道与他做交易的是什么人？这我可不知，这种事情都是由穆斯大人亲自安排的。不过，老骆驼曾经帮穆斯大人送过几封信。那老骆驼何在？上次穆斯大人被杀的时候受了重伤，圣上派了太医医治，不过还未醒过来。使臣无需惊慌，本太子定会帮你们找回宝盒的。那便谢过太子。所以这个凶手看似在乱翻一通，其实是在找宝盒。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周坚。看来他不光是报仇这么简单。走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今天都折腾了一天没吃饭了，这些带着路上吃吧。好。出什么事了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周坚死了，就吊死在祖坟之上。尸体何在？还在现场。姚天正欲邀太子殿下与太子妃一同前往。太过寻常了。你说什么？周坚大仇得报，自知死罪难逃，于祖坟自尽告慰先人，落叶归根。寻常的也太过蹊跷了吧？正好我们也准备去周家祖坟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太子妃，也让曼雨去吧。若是死者有什么中毒或者服药的经历，我也帮得上忙。不错，若论这药理，全京城似乎都找不出比曼雨姑娘还厉害的人物了。姚司长，我没说不带曼雨去，这么紧张干嘛？你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出发吧。怎么样？是上吊自杀，脖子上的勒痕很深，有特别严重的内出血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周坚他拿了宝盒，但是什么都没做他就走了，难不成他就觉得宝盒好看？即便如此，那宝盒去哪儿了呢？况且，这宝盒里面藏的是吕岩的机密。这周坚哪里没有任何作用啊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这个是在下游的河滩上发现的。宝盒是空的，谁会对这机密感兴趣呢？我怀疑跟上次袭击阿武的那帮人有关。你还记不记得使臣说的话？吕岩这次过来是要做几笔生意的，那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跟他交易的对象里面。先把尸体运回殓房吧，这里没有解剖的工具。姚天，把所有证据都拿回监察司。是。你轻一点，扯坏了政务，不要你好看。这绳子太怪了，根本解不开啊！等一下。这种绳结很特殊，
姚思成，这可是你们监察司或者军队常用的绳结。不是，监察司和军队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手扣结，这样怪异的结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的意思是，周坚从军多年，就算是自杀，也是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法。你以此推断，他是先被勒死的，然后被人伪装成上吊自杀的。可是，你之前不是说尸体的？有没有可能，他也是被勒死的？只不过凶手当时为了掩盖他真正的死因，情急之下打出了他最熟悉的绳结，只不过因此露出了破绽。廖天，你去找个画师，把此绳结给画下来，贴张告示，若是有人了解此绳结，重赏。是。你觉得会是谁啊？不确定，不过能感觉是老对手。我们不能这么干等下去了，去找老骆驼，问出跟吕岩交易的真正对象。冰儿，来人！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曼玉说你一夜没睡，加上没有吃东西，操劳过度，你都昏睡了4个时辰了。4个？你不要勉强，破案的事情有我在呢，你不用担心。你一直都在这儿陪着我呢。我担心你回那个世界就不回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或许就再也不会回去那个世界了呢。你若想回去，本太子定会帮你想办法。若是不回去，我便一直在你身边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身子还没好，不能下床的。我的身体我清楚，只是圣上只给了我们3天的时间，我哥还在前线，我没有资格休息。我们现在要赶紧去到客栈，找到那几位使臣。怎么这么安静？不对啊，现在才刚过酉时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门口的侍卫都不在。不好，老骆驼有危险，走。又是你，上次没杀你，这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快！走。怎么样？还有呼吸。廖天，你去追刚才那个人，务必抓回来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安全就好。廖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客栈呢？因为我在京城遇到了那个客栈的女杀手，我便料定他们必定会出手。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
汇通钱庄，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你这什么表情？那还不赶紧去查？那是你哥哥的产业。秦风，怎么又是他呀？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，只是秦风这个人，他性格我太过了解，他敢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吗？仅凭杀手出现在汇通钱庄，确实不足以指认秦侍郎。况且他正在前线为国征战，万一错怪了他，岂不是动摇军心吗？这样吧，你派人盯紧汇通钱庄，另外也留意一下他的其他产业。只是这时间也太过巧合了吧？使臣被杀，安西国来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杀手出现在京城，秦风也被派到前线，还是你爹极力保举的。你们是怀疑我爹？我只是觉得时间太过巧合了。老骆驼那边怎么样了？曼羽正在医治，有府兵把守着。圣杰那边有线索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找人打听过了，但都没有什么头绪。上次跟这个凶手交手的时候，发现他对这个绳子运用得很好。那看来这个人就是杀死周坚的凶手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上次在客栈，他逃脱用的那个通天锁？咱们只要找到这个杂耍班的班主，肯定会有线索的。有道理。哎，你就别逞强了，我跟姚思成去就行了。有他在，你放心吧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更何况父皇只给了3天时间破案，你哥还在前线，我没有资格休息的。怎么说句话还学别人呢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杀死老骆驼。你无能，并不是因为你没杀了老骆驼，而是因为你被人撞破了踪迹。主人，老东西差点就要成功了，可没想到太子却突然降临了，老东西还差点杀了太子呢。您就饶恕他吧。你还有理说？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。要不是汇通钱庄密道隐蔽，你们此刻人怕都已经在监察司了。属下该死。既然暴露了行踪，京城是万万待不下去了。你们把这几箱金银秘密送到前线，到时候会说动朝廷增兵，之后就会有人来联络你们。是。这件事如果办砸了，你们都不用活着回来了。班主，监察司查案，请问你有看过这种绳结吗？不认得，大人，小人从未见过这种绳结。你们平时杂耍或者表演的时候，可会用到这种绳结？根本用不到。那可有通过这些绳子表演的戏法吗？我想想，安西国有一种绳子戏法叫绳术，不过早就失传了。可是能让绳子变长变短、变软变硬的。对对对，想不到您对戏法有这么深的研究。哎，这种绳结好像是绳书里的一种结，小人只是小时候在书中见过，你要是不提，我也早就忘记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看来那个鬼魅杀手
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只不过，绳结露出了破绽。想必这应该就是案件的真相了。还好，我们3天之内把案件给破了，总算是没给恒国丢脸。我这就进宫向父皇禀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那么不乐的？父皇说，没想到你还会破案，他很高兴。就因为你父皇夸我了，你就不高兴啦？小气鬼！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从今天起，父皇封你为密使，秘密督办扰乱恒国之人。那你是不是也得听我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太子。啊？以后你会很忙的，我担心我们就没有时间好好相处了。自从和你相见以后，案子一个一个的发生，我怕案子一破完你就……哎，你放心吧，我都说了，我这说不定就永远都回不去了。放心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碰到你伤口了？我看看。监察司最近日夜盯着秦侍郎的产业，发现他们活动很频繁，似乎有大量货品流动。这很稀奇吗？蹊跷的地方有2个：第一，他们很少在白天运货；第二，他们只走北城门，且都是每隔1天运一次。城门值守的规矩是1个城门2个城门关，隔天当值。那看来他们只买通了1个城关。没错，而且这个城门关我已经查过，似乎日子过得非常不错。那你意思是，我哥买通了这个城门关，每天夜里往外运东西？应该是，不然的话不至于这么鬼鬼祟祟的。那很简单啊，我明天回趟丞相府，正好我哥不在家，我去看看他房里有没有藏什么东西呗。不孝之女，你在干什么？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。爹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我哥他现在很有可能跟一帮叛国的人混在一起，您不管管他呀？就算他是被冤枉的，那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清楚？说清楚？你哥他在前线打败仗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军将士一溃千里，连失3座城池，圣上大怒，要抓你哥回来问罪。战败失地，那是死罪呀！我本
下让他出去锻炼锻炼，没想到是我害了他呀！爹，你先别难过，这个安息国不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吗？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啊？安息国不知哪里冒出了许多先进火器，你哥他们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！那这么说来就不是我哥的错了。我去跟太子说清楚，让他去禀告圣上，啊！但是，你看，这账本的事情总要解决吧？就算打败仗说得过去，这个也躲不掉了呀。你是不是查案查疯魔了？你干脆连你爹也送去检察司审一审好不好？不是爹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嘛。你别说了，你哥跟那几个狐朋狗友是做了点生意，也就是赚了点小钱，这事我知道也查过，没什么大事。可你作为秦家的儿女，就当以秦家为重啊！你以为当初为何将你嫁给太子啊？还不是为了太子他日登基，你能母仪天下，我们秦家能跟着你沾点光啊！可你哥一旦获罪，我便是罪臣之父，你便是罪臣之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就到此为止，听到了没有？太子妃，您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我找到了秦风的账本，上面有他和管家的交易记录，跟吴世正那本差不多。不过那些都是晚上才进行运货的商家。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，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？是吧？我爹他不让我查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这有什么不明白？第一，你又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秦侍郎与范思言的那帮人有勾结。第二，你哥现在遇到了大问题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很蹊跷，这个安息国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火器呢？我调查过，这火药极其贵重，我衡过也没有多少。从一开始的物价上涨到私盐，再加上你哥的产业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，其目的就是收敛巨大的财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赚钱给安息国打仗？没错，钱赚够了，就差一个开战的理由，于是便有了吕岩被杀案。那就更不可能是秦风了，他怎么会明知道安息国多了这么多火器，非要赶上去送死啊？所以我们得知道，这背后操纵店铺的人是谁。那只有老骆驼知道。走走。曼云，怎么样了？今天情况好多了，但是也不能说太长时间的话。老人家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您是太子殿下吧？感谢您救了老夫的命。哎，不必多礼。我听使臣说，您之前给吕岩送过2次信，是送到哪儿的？吕岩，就是穆斯。哦，穆斯大人，那2封信，我一封送到了京城的会同钱庄，另一封送到了边境的盐矿里。送给谁了？没有名字，只知道叫管家。那你可见过管家？没见过，信是别人拿走的。是一个妖娆的女子，还是画着鬼脸的怪人？是一个妖娆的女人。看来这一切果然是管家操控的。我现在就命人去把你哥召回来。他若是清白的，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供出了重要的人，也可以将功补过吧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。我这
也是怕你难做。圣旨到。诏太子凌轩携监察司丞姚天、太子妃秦希月共赴安西国前线，调查主将秦风叛逃一事，务必将罪臣秦风押送回京。太子妃若有偏私，按叛国罪一并论处。凌轩接旨。我哥跑了，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，这时候就算是死在战场上也不能跑呀。秦风现在逃跑，那就是畏罪潜逃。你说我要是管家，那会怎么做？管家会杀了他，然后把他扔在荒郊野岭。或许是秦风没有逃走，而是被抓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叫上姚司丞还有曼玉，现在就出发。好。父亲，这是刚刚炖好的参茶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好。哎，我说天儿，你可是难得回来一趟啊！啊！父亲这亲自看账本的习惯，这么多年都没变啊。是啊，做生意还是得自己上心为好。眼下边境打仗打得这么凶，咱家那个急事，唉，怕是要毁了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你这次回来，应该不只是给为父来敬茶的吧？果然瞒不过父亲。父亲在商场多年，可曾听过一个叫管家的名号啊？管家，从未听说过呀。哎，天儿啊，听为父一句啊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，少管为上，免得惹祸上身啊。是。父亲，孩儿要去前线一趟，可能有些时日回不来京城了，您自己多多保重。公务为上，现在边境也不太平，我儿切记，凡事少出头，自保为上。孩儿谨记。快趁热喝吧，父亲。好。好喝。你都生虫了。将士们就穿这个上战场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！将士们在前线替国排忧解难，你就给他们吃这些东西，穿这些东西，你就是让他们上战场上送死！启禀太子，臣自从来到前线之后，只负责教场练兵和带兵打仗，军需补给一事皆是由秦侍郎和乐信将军负责的。那乐信呢？乐信将军独自带队去搜索秦侍郎，至今已经3日未归了。昨日为何不报？臣本想等太子到了营地之后，再向太子相禀的。姚天，在，你立刻派人去给我找乐信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此地地势险峻，恐姚司丞不熟悉地形，倒不如让末将亲自带兵去找。不必了，
军营不可一日无主，你还是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吧。是。冰儿，随我出来一趟。你觉不觉得穆渊有点奇怪啊？是啊，他口口声声说这些劣质装备是月信和秦风提供的，可这两个人现在都不在，全凭他一面之词。秦风叛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现在什么脏水往他身上泼不都可以吗？可是月信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不可能做出伤害士兵的事情，而且他也不可能跟任何人同流合污。月信肯定是被冤枉的，你看他失踪3天了，他们一点都不着急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冰儿，你快醒醒！冰儿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置身于黑暗之中？你快醒醒！冰儿，冰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冰儿，我们都还活着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我没事的。我们这是在山洞里。是啊，不过还好的是，这儿的空气是流通的，应该是有出口。走，慢点，小心。这么黑，你怕不怕啊？不怕，有你在呢。谁？谁？月信。月信，真的是你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说来话长，倒是你，军营的人不是说你，说我失踪了吗？对，还有我哥。穆渊当然希望我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至于秦大人，我怀疑他是被抓走的。看来是我们的突然到来，打乱了穆渊的计划，所以他才迫不得已要将我们灭口的。看来还有别的势力。穆渊得到军营之后，获利最大的是谁？安息国。没错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真正获利的，应该是给安息国提供军费的人。太子，你看，